它这个一房一厅还是新房子，又不是什么中古屋漏水避海，新房子交屋以后，它装潢花多少钱？275万，我操，怎么花的？就这样，什么都定制啊，能用系统柜没有，就是木工柜哦。然后那个地板就是超昂贵的地板，然后那一组沙发就不知道多少钱了哦。它也不是我们什么顶级外商的女高阶主管，没有，就小资女。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可以花得下这种钱，这可能是一种圆梦的。嘿，我们不方便去干预去批评人家的需求，但是像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太过火了哦。如果是我们来弄一房一厅，是不是好？那也看一下小小的是不是好？来，那去看IKEA哦，然后用抄的，然后去问室内设计，看哪一个愿意接这个低预算哈，我也没要干嘛，我就把它抄成IKEA，能抄多像啊，这样就好。说不定我们这样子一房一厅，因为它新的啊，没什么要弄的啊，这个我们做起来可能才，这东西再补一补，可能60搞定哦。家具店都是新的哦，它花到275万。我们确定很多次，那个中介来说，对，我确定，因为我也吓到了，那种说，哇，它确实什么东西都是特规，都是定制哦，那个尺寸、材料都很顶很好，然后还用艺术涂料，艺术涂料就算了，还有艺术的花纹，就那个都是师傅自己手工去雕的，不是很明白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好，他卖的好不好？卖不好啊，下一手都要拆。装潢前必须注意的3个关键要点。避免让装潢费用爆表哦。先说结论，装潢的费用你不要搞到无上限哦。第二个，装潢前你要考虑时间跟空间。第三个，先做硬装，软装慢慢做。注意这3件事情，你的装潢费用就不会很夸张。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个礼拜聊了，你应该要买多贵的房子？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做装潢前应该要考虑什么。我们讲完头期款以后，下一个会遇到问题，当然就是装潢啦。那我会跟你分享几个做装潢前要知道的事情。首先，第一个，装潢的费用不要无上限也不要用坪数来抓装潢费用，因为装潢费用落差极大。一间4房，你省一点弄真的是50到100，你就可以整理到都可以拉高租金的程度。但是你毛起来弄，什么都上最顶的，一间房花200-300万真的是比比皆是，不在话下。当然这个也没有不好也没有对错，但是你现在花的每一笔钱可能未来都会变成你人生的负担，因为它收不回来。然后很多东西都是看起来很美然后看起来想着会很好用，结果到时候都出包。例如收纳我觉得收纳这边坑有点多。比方说那个以前老人也没多老啊，说我们爸妈那一辈他们在做房子装潢的时候很喜欢干嘛？搞一间和室，对不对？我看很多中古屋了都这样都有一间做和室。然后那个和室底下干嘛？做储物格就是和室的地板是可以掀开的里面可以塞冬天的棉被什么，想的都很好看起来很方便也很实用。因为你看那个日本的什么全能居家改造网就是这样改的，然后看起来真漂亮我也要尤其是台湾现在房间那么小那你买预售或新建然后空间很小那个合适我也看现在上面会堆很多东西变成说你那个上掀式的9宫格你根本就用不到你会堆进去里面的东西就怎样？等你要搬家的时候才有可能会把它清出来，也不是拿出来用就堆太久。然后也可能拿出来，只是要把它丢掉而已讲到这个我提一下，我去看过一些房子，就是做这种，它有点年代，它屋龄大概17年那这个在美术馆这里，然后这个屋龄17年很漂亮的房子，很板板正正的房子，不是什么奇怪。我说我都看废墟嘛，我也不是说我只看废墟，我也去看一些很正常的参考一下。然后那一间4房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都做这种地面储物。那地面储物就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状况是你要垫高，这个你也不能怪人家以前就这样流行啊。好，那地面储物房间垫高，那垫高不止一个门槛，是2个还3个又忘了，反正说他走进他的房间是要走阶梯的。好，也没多高啦，就是你像我们年轻人一个大步给他跨上去也可以。好。那为什么他要做地下储物？好，那地下储物它的问题就出来了。问了一下也没在用果然没在用
然后现在新式稍微新一点的房子，不是房间都会开窗吗？啊，它窗不是都开的比较很大面，然后比较低，通常是上面有一个对开的窗，下面还有个横的，对不对？哦，还有横的。那它做那个储物哦，地下储物哦，就为了要做出那个储物的深度，搞出有阶梯嘛。那搞出有阶梯以后，还有一个副作用我看了我有点怕，就是新式哦，它只要开窗户。一般来说，我们站在地面，我们开窗户，你往下看，为什么？因为那个窗户的那个横梁啊，大概就是到你肚子这里。好了，我比较矮哦，然后到我肚子这里哦，可能比较高的男生是到你的那个膀胱这里好。那你往下看，你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因为它垫高，很恐怖那个窗户一打开，你再站在那个地面储物格上面，你往下看，你人是会掉下去的，所以更不敢用哦。那边的窗户都封起来啊，这些都是。就是我前面讲看着很美，感觉实用哦，其实根本都不会用或是不敢用这样。预算怎么抓我的建议是，你能拿多少出来就拿多少出来，就做这样就好了换句话说，这个预算是你报的，不是说设计师说我们现在一坪至少要9万然后怎样一直往上加，那你会算你够不够？没有，你就是说我只有80万啊，能做多少做多少，大概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都这样了好。所以你要知道，做装潢先考虑时间跟空间的维度。我先讲一个东西装潢这个东西做完就折旧了它没有办法跟下一手说，这个装潢我10几年前做的，我花200万，所以我的房价要再加200万，这个只会被人家酸而已就算你真的弄得很漂亮，很富丽堂皇，维护得很好，买家也很喜欢，顶多怎样加个50吧装潢这种东西是折旧。那所以我不建议你在买一间房子的时候，你就把装潢给它弄到顶除非你就是打算要在这边长久生活下去那可能要在这间房子里终老。那装潢当然什么都用自己最喜欢的就好了。但一般我们这种年纪还会换屋的你那个网上不是常看到我老了要去乡下种田重点不是种田，重点是他会搬家。那他现在在城市里的房子，他装潢弄那么顶要干嘛？他到时候去装潢他乡下的农舍还比较合理。好，那你买了这间房子就我们之前有讲，不管你是不是自住，你就是买了5年那第6年第1天你就把它卖掉，大部分都是这个剧本因为房子会增值，增值可以让你小换大旧换新去更逼近人生理想中的房子，梦想之房啊。谁毕业出社会第1年就可以买个那个台北市正四房高楼层有景观双平面车位？出生的时候嘴巴咬着金汤匙的人可以，其他人应该都没办法，所以都是靠一路换屋这样，房地产增值换屋换上去的。那你会换那你会换的话，你房子的装潢你等于是你只会使用它5年，然后下一手来你要预设他会把你的装潢全部拆掉，然后用这个要拆装潢来跟你杀价那你顶多抓6年7年好了就大概就是这样，不用再去搞什么很昂贵的东西。我跟你说软装是无上限的，软装就是简单的理解是可移动的东西像你的地板、你的墙壁、你的马桶那些东西，我们也不是说它硬装我们都说基础建设。我的讲法就是基础做一做，意思是硬装这种东西我说真的，我们在沟通比较少用硬装2个字，我们都说基础弄一弄。那基础的话大概就是什么，就天地壁。天就天花板壁就墙壁跟地板，然后窗灯大概就是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基础。弄完以后剩下可移动的东西，软装窗帘也是软装软装我个人认为当然你搭配了起来那个色系好看起来非常好看那什么奶油风对不对？中国很流行奶油风，还有一些特色民宿他们都会做一些风格装潢。但是要怎么讲？我是说软装这种东西没有上限，没有上限的意思是说，一张沙发，我今天才去 IKEA 去找个东西一张沙发17500块，一组3人座，一组3人座的沙发也可以直接给你30万，这种东西是没有上限的什么设计师精品牌子，然后讲意大利设计师我都不知道他名字怎么拼这样就会有比较厉害的族群会去追求这个东西。那在我们讲究 CP 值的族群，我们就不会嘛软装这个东西我有点怕它，是因为它贵起来可以没有上限。所以为什么我很青睐 IKEA， 就是它基本上把家具做出了一个标准
美感的标准、价格的标准，那大概就用 IKEA 就可以了。软装这东西贵起来真是没有上限，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那什么我这一组沙发多少钱？我这个泡茶几多少钱？什么有的没的哦。那不然就是你就是找平替或是怎么样，或你就去接受 IKEA 就可以了。再来是空间维度，空间维度是怎样？就我也知道，叫你把整间房子弄得鸟鸟的，可能长得比你现在租屋处还丑，这事情心里会过不去啦。那你就是挑一个你最常待的地方，装潢到爆。比方说你最常待在卧室，好 OK 好，那你卧室给它弄好弄满，弄到不会后悔。那什么文青风、奶油风、公主风、维多利亚、巴洛克什么随便你，你就弄，该怎么弄怎么弄，弄到自己开心为止。不要全屋，你就是选一个角落去弄。女生有的会弄厕所。其实厕所它并不是一个人在一日生活中待最久的地方，但是厕所好好弄，对那个心情真的是差别非常的大。厕所，你说厕所有什么好弄？哇，我跟你讲，厕所的花样多了嘞。微水泥做的漂亮的是真的很漂亮，那整间厕所就跟 3D 打印出来的一样，美到哭那也有简易版的微水泥，也有什么厕所你真的要去弄，也有那个贴花砖，那也有那个贴木纹砖都有人做。那马桶也可以换很高级的你可以换那个你人走过去，马桶盖自动开，然后你小便或大便用完以后，它感应到你的坐垫坐在上面的时候，它会先喷泡沫。为什么？防止飞溅防止飞溅，反正很屌啦。你这种东西它贵起来是没有上限的。那你可以选一个角落，然后你把它装潢成你心目中你喜欢的样子，一个房间就这样用好用满就好了，你不要全屋都这样那其他的地方就干干净净素雅就好，反正你一整天会待最多时间就是那个地方女孩子最喜欢去爆改的地方就是厕所跟厨房厨房了客厅还好，不然你的预算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去抓。我想这个对夫妻相处也很合理啊，就是通常都蛮听老婆的，所以说其实男主人都在忍受说又这样算了，不要吵架然后什么都听女主人的，然后装好出一个男主人自己也不喜欢，觉得说我堂八尺男儿奶油风。那如果能够采用我刚刚说的方式那就一人一个房间装好到爆装好到爆。主卧比方说听老婆的，然后有一间房间就老公想怎样怎样，电竞房就电竞房，你走出去我靠是网咖吗这样都行不要管他那他有自己的小天地装潢到爆，就这样。那最后你要知道，先做基础硬装然后软装慢慢做，慢慢补就好了先讲一下什么是硬装就天地壁、水泥、油漆、地板这些灯具、窗框卫浴，简单的说不能移动硬装我说真的在沟通上比较少听到，但是因为有另一个词叫软装嘛，然后呢另一个对应的词应该就叫硬吧好，硬装你能理解。那软装的话就可移动的床、沙发、衣柜、电视、冰箱、窗帘等等。那先做硬装的原因是硬装要施工会搞得尘土飞扬，工人进出，然后做完你要改很困难通常都是你入住之前就要把它干完那沙发、衣柜啥的还好它可以慢慢补，顶多就是扫个地丢个那个包装纸垃圾而已。软装本来就可以慢慢补那另外你可以考虑的一个东西叫智慧家居智慧家居坑也是很多我先讲它的优点智慧家居其实方便起来非常方便，语音控制帮你关灯，你人还没有到家，冷气先开，就这样。那我现在也有在用我用的是灯，就是每天几点到几点把它打开然后时间到了自己熄灭，反正就有这种东西，智慧家居然后智慧家居还有体系你要苹果的 HomePad 的全部的套餐，还是小米还是什么的？可是你用小米你会怕，对不对？我几点回家？我冷气开几度？这个习大大都知道，很恐怖之类有没的这种东西我们都听过。语音控制帮你关灯、拉窗帘帮你定时去冷气开起来之类的。你人在外面，你也可以用手机 App 直接去看你家的监视器画面监视器有没有进出什么，它也会反映。OK， 好，全屋的智慧家居很贵很贵。你这间房子就住个3-5年，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去做到全屋。你下一手的买家也不会说好棒我要我专门挑有个智慧家居的我才要买，不会嘛所以你一样也是
用重点去做那个你喜欢的智慧家居就好了。扫地机器人啊，扫地机器人就让它设定时间自己去跑之类的。那也有智慧灯泡、智慧开关反正就是做单点就好，你不要慢慢一做全屋那不用走什么线路。那会建议你是因为这个时候你第一次用装潢，很容易因为没有概念，然后都听设计师的，然后设计师其实也有点怕，你知道，设计师讨厌的客户是没有主见的客户，你又不讲清楚你要什么，我做出来你再说你不喜欢设计这种东西又不能说我做出来给你挑，你说不喜欢我全部拆掉再重来一次渲染图尽量逼真也是这个道理那不会讲，我听设计师好多屋主在抱怨过都嘛说没差，尊重专业，然后做出来以后那各个板着脸这样你就沟通清楚就好了要修要改都做得到的。我不是骂我也去反映过，也不是监工，我就是看基本上我不管的，那我就看歪掉了，然后我会跟他们讨论，然后讲一讲设计师是欢迎这个做法的，他也不希望说我都验收了我全屋清洁都请了，然后你才来跟我讲你要改什么，中间过程就来介入会好很多你就做重点。我说智慧家居你做你自己的重点就可以了，不要一做全屋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做装潢前该考虑什么。我给了几个建议，第一个，装潢的费用不要无上限，也不要用坪数算，就是你有多少钱你就做多少装潢，就这样，你直接跟设计师讲，要么他不接，要么敢接的设计师说那我们大概只能做重点我告诉你，你要的就是重点就好了。好，那第二个建议，装潢前要考虑时间空间时间就是你预设你这间房子的周期你会留多久，那你就是用撑这段时间的装潢就可以了不要去买一个什么超昂贵的那个大理石桌面。以前台湾老人最喜欢我有块木泡茶桌这个块木很屌在哪里这个是台湾的形状，我都不太懂等我70岁我可能才会理解那个是什么感觉吧那空间是指说你想要做有质感的设计也可以，你只要挑一个空间就好例如你最常待在卧室那你就把你的卧室给它弄到爆，你要什么风就跟设计师讲，他就帮你尽量把它弄起来。你钱会花很多，你就花那间卧室就好了，其他都不要。就是说风格不一样了，那客厅是一个这清新淡雅然后你打开卧室，我靠，这个走进那个奶油风都可以都可以你就是做一个房间就好。那其他不常待的地方你就做便宜能入眼就好。那第三个建议是先做硬装，软装慢慢补硬装就是天地壁油漆这种东西，简单来说叫不能移动的。那软装的话，你就去补那个可移动的，像你的床装个衣柜电视冰箱这类都可以。那有些软装一开始要跟设计师讨论，比方说现在流行做那个无缝冰箱柜，就是说系统柜然后冰箱双门冰箱摆进去它不会有缝一点点，然后开门很好看这样就是美啦这种东西设计师自己就会问你了先问你要买哪个牌子的我的客户都买那个哪一个牌子，国际牌的还是什么敲敲门冰箱那个尺寸我比较熟，我们的就帮你用这个尺寸那你到时候镶进去没有缝很漂亮散热也不会有问题，就这样你可以考虑用智慧家居，然后做单点，不要做全屋那就可能智慧灯泡吧然后那个智慧冷气现在很多牌子都有了，反正就是你设定一个行程，让它在你还没回到家的时候就先打开。洗脱烘也有我现在这一台国际牌的也有，不过我从来没用过我觉得好麻烦我们那么设定来设定去，要先让它吃到家里的 WiFi 什么的。好了，智慧家居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设计师设计出远超你预算或是不符合你使用习惯的东西，这样装潢这件事贵起来真的是没有上限，尤其是软装，一组那个沙发20-30万的我都做过，做完之后的感觉我有钱也要买当我有钱我真的不会去买我再补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看过一间房子有点夸张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了，就是它是一个一房一厅一房一厅，还是新建案，就买预售新建案。那这个一房一厅怎么样？一房一厅室内在台北市室内才11坪左右室内11坪，一房一厅，一个女生自己要住的女生那做什么工作我就忘记一房一厅室内11坪简单讲起来就是大套嘛。好，这个大套怎么样？
反正室内很小，真的很小，一房一厅，而且它做了相当多的收纳，就是怕收纳不够嘛，所以我老实说，我看不出那时候我也猜，我也看不出全屋大概实际的面积是怎么样，我只知道很小，全幢好像是不到15，那室内8、9、10吧，我都真的是有点忘了。好，那为什么我对这些资讯这么模糊？因为另一个资讯让我太震惊了。它这个一房一厅还是新房子，又不是什么中古屋漏水避海新房子，交屋以后它装潢花多少钱？275万！我操，怎么花的？就这样，什么都定制啊。能用系统柜没有，就是木工柜。然后那个地板就是超昂贵的地板，然后那一组沙发就不知道多少钱了它也不是我们顶级外商的女高阶主管，没有，就小资女。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可以花得下这种钱，这可能是一种圆梦的，我们不方便去干预去批评人家的需求。但是像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太过火了如果是我们来弄一房一厅，是不是好？那也看起来小小的，是不是好？来，那去看 IKEA 然后用抄的，然后去问室内设计。看哪一个愿意接这个低预算我也没要干嘛，我就把它抄成 IKEA， 能抄多像这样就好。说不定我们这样子一房，因为它新的没什么要弄的这个我们做起来可能才，这东西再补一补，可能60搞定家具店都是新的它花到275万，我们确定很多次，那个中介来说，对我确定，因为我也吓到，然后说哇，它确实什么东西都是特规，都是定制那个尺寸材料都很顶很好，然后还用艺术涂料就算了，还有艺术的花纹，就那个都是师傅自己手工去雕的，不是很明白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好，他卖的好不好？卖不好下一手都要拆为什么？因为装潢这东西很风格的问题是什么？它会造成你下一手在卖的时候的阻碍。之前也讲过例子，就是你风格太鲜明，你就不好处理。为什么？风格要越大众越好。那风格大众的代表人物有谁？你其实在台湾你说 IKEA 好像也不是因为 IKEA 会用很鲜艳的颜色，比方说这个谁敢用在家里IKEA 就会出这种东西，这个停产，他妈的，这我想说我买一个备品就停产，然后现在搞的这个我也买不到了，我必须要去换了。IKEA 它你说代表台湾人大部分的审美好像很不对，我推荐一个风格叫无印良品风，它更柔和更日式一点，我觉得很理想。我换句话说啦，一个套房你把它装潢成 IKEA 风格，跟你把它装潢成那个无印良品风格，无印良品风会比较受欢迎真的是这样。无印良品风，然后无印良品风不就软装的事情，它的那个基础有什么吗？对啊，就真的还好它有一种艺术涂料，但那个一般我们不会用在家里，我们用颜色相近就好了你用那个无印良品的色系就可以弄得很漂亮，然后其实是蛮省钱的，贵都是贵在那个你又要用什么很贵的家具之类的，否则无印良品风我现在看起来接受度又高，然后成本又便宜因为它不需要去做什么很繁复的雕龙画栋什么没的，给你参考看看。哇，一间一房一厅我们讲做大套房这样装潢可能花275万，恭喜他啦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圆这个梦想像这种经验我就不可能会有因为那个我真是还花不下去。这就是我说的装潢这种东西是没有上限的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
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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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就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正美5号一直梦想着拥有自己的小窝，于是他开始怎样省吃俭用，甚至牺牲了每周的下午茶时光，只是为了存下那笔如同天文数字的头期款。那终于经过了好几年的努力他存够了一点点头期款那买了一间坪数非常小，屋龄也高，可是他自己自认改造完会很温馨的2房1厅他内心就非常的感动那接下来就到了装潢房子的环节了。正美5号就兴奋的想着，他花大钱找了一位设计师就是看那个杂志杂志封面那些居家杂志推荐的设计师非常对他的审美跟他的口味，然后就找了这个知名的设计师。然而现实就像一档无情的8点档，在设计师的推荐之下，他将所有剩下的积蓄，甚至跟父母借钱都投入了装潢这件事情。从进口的木地板到墙壁意大利的涂料，到那个大理石高级大理石的餐桌，他每一件他都精挑细选。
然而，当他的梦想成真时，他却发现这座美丽的城堡变成了他的囚笼。那些看似实用的储物柜，实际上空间很狭小，根本无法收纳他的东西。那张昂贵的大理石桌面，除了好看，却不是很实用。他甚至不敢在上面那边吃饭，然后弄得油汪汪的，怕划伤，怕染色。那最可怕的事情是，装潢费用严重超支。他现在只能就尽量去加班，假日还去兼差，特别挑选的大沙发，加班完回到其实也没坐多久都还没坐热，他就必须去洗澡换洗，准备睡觉，然后准备早起去工作。就这样子过了5年当正妹5号决定要卖掉这间房子的时候，本来以为自己心爱的小窝可以卖出高价，来让他小换大旧换新，毕竟这还是找知名设计师去设计的装潢，所费不赀啊。当买方实际走进这间房子看房子的时候，买方对于这些精致的装潢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反而是透过中介的转述淡淡的问说这是多久以前的装潢。那一刻他突然就明白了，他当初花大钱的设计反而变成买方杀价的理由，因为风格买方不喜欢，他管你装潢多少。虽然最终房子还是把它卖掉，但扣除装潢成本以后，他发现自己居然赔了一点钱，因为装潢的成本实在过高。现在他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涌起一股哀怨跟悲凉，带着遗憾跟教训就离开了这个签约室。他在心里默默的说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那这句话接下来会陪伴他非常长久的人生那这就是从这间房子学到的教训，少即是多。接下来他人生新的阶段只会简简单单的去过他的生活，那尽量把钱省下来，去做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获取自己喜欢的体验，而不是花费在这些到时候会被人家杀价的装潢身上。那 Less is more 提醒他，也提醒你了